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轮电动车出口国，近几年来，两轮电动车出口表现火热。在一些跨境电商平台上，国产的两轮电动车还成为海外消费者喜爱的10大中国商品之一。那么，中国两轮电动车主要出口到哪些国家？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在出行领域电气化大趋势下，中国两轮电动车品牌又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据海关总署数据，从出口额方面来看，过去5年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累计出口额实现翻倍增长。2021年增幅更是高达 50.8%。2022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额为 53.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从出口数量来看，2018至2021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量持续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2022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量为1617万辆，同比下滑 29.3%。那么，中国两轮电动车主要出口热销到哪些地区呢？按出口量，北美为第一大市场，其次是欧洲，亚洲位列第3。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量前10的国家为美国、荷兰、波兰、德国、法国、泰国、加拿大、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成为东盟进口两轮电动车的主要源头国。根据联合国商贸数据统计，目前东盟10国向全球进口的电动两轮车中，80%至90%来自中国，且规模增长迅速。2021年达 55.79 万辆，较2020年的 33.21 万辆提升了 68%。从以上梳理的出口数据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在碳减排政策推动以及疫情叠加作用下，全球两轮电动车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带动了近年来中国电动自行车走红海外。二，两轮电动车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网联化方向发展，市场空间大，利润率更高。这一点从2022年量跌价升也可以侧面看出。2022年，中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量下滑，但出口额基本持平，体现出口单价快速增长，从2021年的230美元每辆上升至2022年的330美元每辆。据相关出海数据显示，中国两轮电动车产量全球占比超过 80%， 从关键部件如电机、电池和控制器，到下游的整车企业，多年发展和广阔市场促使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形成。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等产业集群是国产两轮电动车出海之旅的主要起点之一，聚集着众多中国电动车知名制造商。近年来，国内电动车企业也在积极推动全球化迈向纵深发展，以海外建厂、战略合作、技术迭代升级、快速物流响应等方式快速融入当地市场，更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偏好。例如，爱玛在海外市场建设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并与 Just Bikes 在京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开启全球品牌战略布局。台铃打造全球化运营的团队，建立全球营销网络，成立单独的国际市场产品线。雅迪全面进军西班牙市场，在越南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等。尽管面临着不少挑战，但行业分析师依然看好中国两轮电动车出海前景。据估算，国内电动摩托车和电踏车未来出口规模均有望接近1000亿元。国内某专业咨询公司也预测，到2026年，电动两轮车在海外市场年销量可达4630万辆，欧美、东南亚、印度市场销量可期。两轮电动车的海外市场潜力巨大，但不同海外市场也存在着明显的需求差异，发展前景也各不相同。比如欧洲市场注重骑行文化，中短期内成长空间较大；北美由于地广人稀等总体特征，其电动两轮车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向好。与欧美市场不同，东南亚市场更偏爱电摩、电轻摩产品，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下一阶段的重要风口。
此外，印度市场也同样具有很大潜力。印度政府提供包括折扣、贷款利息补助、免除道路税和注册费用等激励，鼓励购买电动交通工具。2轮电动车补贴可达售价的40%。2022年，印度电动自行车市场规模增长超过5倍。近年来，中国2轮电动车产业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侧目。然而，面对特殊的产业历史背景和内外部环境，2轮电动车产业大而不强的现象依然存在，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问题尤为突出。如何推进中国2轮电动车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课题。在此背景下，绿源于2019年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液冷核心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上一代电动车耐用性的核心问题，拉开了2轮电动车从易耗型消费品向耐用型消费品迭代的序幕。在最新一期主题为粒子在中心立场的散射的张朝阳的物理课中，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就运用科学严谨的物理学硬核知识，印证了液冷技术在提升2轮电动车耐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经过牛顿冷却定律计算，搭载液冷技术的第2代电动车，液冷电动车能够持久保持峰值性能，从而获得接近理想的电驱性能和寿命存续。将液冷技术应用在2轮电动车上是一场创新的科技革命，从整车基础构架改变了传统电动车的研发制造逻辑。张朝阳在严密的物理学推导后指出，液冷电动车是第2代电动车的最佳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地改变第1代电动车在续航、动力和性能方面的大幅衰减。SpaceX、AlphaGo、ChatGPT， 当前全球正进入大规模、长周期的颠覆性创新群体性爆发阶段。未来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极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颠覆性创新的持续落地。可以说，绿源自主研发的液冷核心技术不仅改变了电动车行业创新力不足的窘境，更真正实现了中国2轮电动车产业的代际引领和颠覆性创新，是2轮电动车所代表的第2代中国制造领跑未来的源头动力。从重工业领域的高铁、大飞机到消费领域的家电、手机，如今的中国制造以前所未有的或领先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越来越多的高端化、智能化产品走出国门，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跃升，彰显着中国制造的新模样。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把握双循环发展机遇，正是绿源作为一家民族企业和2轮电动车技术引领者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着眼未来，绿源的另一重拳显然即将落在国际化战略上。2轮电动车不仅是中国制造，更是真真正正发祥于中国、壮大于中国的中国制造。可以说，绿源25年来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国内2轮电动车的发展史。布局国际化战略，让第2代液冷电动车走出国门，不光是为了在全球化舞台上获得认可，更是为了褪去传统2轮电动车在海外低质低价的固有印象，以液冷核心技术重塑第2代中国制造的价值。造出好车，走出不一样的出海之路。产品决定一切，绿源的拳头产品无疑是液冷电动车。液冷技术被公认为全球最佳的散热解决方案之一，在高效、稳定和安全性等方面优势显著。2019年，绿源领先于行业，率先将液冷技术应用于2轮电动车上。该技术直面上一代轮毂电机在高温运行状态下产生的热负效应，解决了轮毂电机发热导致的续航衰退等系列问题，从根本上克服了影响电动车耐用性的核心掣肘，并2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核心技术的加持下，一部车骑10年的液冷电动车奠定了绿源向全球化电动车品牌进军的勇气。从需求侧来看，全球消费者都在呼唤更耐用、更长续航、更高品质的新一代2轮电动车。绿源董事长倪杰表示，作为第2代2轮电动车，未来绿源液冷电动车有望实现核心部件全面集成液冷，推动整车零部件全面迭代，以更高品质服务海外市场，承接全球需求。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带着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杀入海外市场的绿源，正在告诉全世界，中国2轮电动车不仅能够以价廉物美占领市场，也可以凭借过硬的技术和质量，在专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家里的电动车都是什么品牌？骑了多久了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